刘团长，我们这里很快就要沦为敌后，战区对我们物资上的援助会很困难。这箱银元，就先给弟兄们发个赏吧。谢谢师座。说实话，弟兄们好几个月没发饷了，我这次回去一定把师座的恩泽原原本本的转告给弟兄们。不用客气，大家是自己人，往后还要同甘苦共患难嘛。去吧。是，师座。师座终于把翁长官赏的大洋派上了用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破还谈什么家财？你我身为抗日军人，说不定哪天就黄土加身了。现在没有外人，谈谈我们下面的计划。和刘金彪的戏，早晚有收场的时候。我们要迅速发展自己的人马，以防让刘金彪看出破绽。刚才在爱考那几个小喽啰眉来眼去的，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所以嘛，我和参谋长还得在陶家场摆摆炮，镇住他们。罗国发，继续侦察龙口方向的动静。龙口和陶家场互为依托，是我们立足颍中后十分重要的据点。还有，这一次你务必要摸清那支共产党武装的详情。是。马占奎，迅速收降鹰嘴湖一带的楚干臣。这个家伙跟军人没有瓜葛，好对付也不好对付。好对付的是他们本身是一群土匪，乌合之众，没见过什么阵仗；不好对付的也在于此，没什么约束，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讲。封官许愿还是武力降服，我这儿只能把我的特务连交给你指挥。师座，特务连是你身边的虎狼之师，有他们在，占奎一定能完成任务。只是师座身边没兵了，我担心这姓刘的万一有个什么动静。风险是有点儿，我料他暂时还不敢。收降楚干臣之后，不管他有多少人马，番号就定为381团，原地驻防，策应陶家场。占奎明白。大哥，都这光景了，你还下不了决心呢？他毕竟是一个国军的堂堂的师长啊，又是抗日名将。大哥呀，师长是真的，名将也不假，可他手下没有兵啊，大哥，这弟兄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哎呀，要让咱们2000兄弟归顺他，大哥，我觉着冤得慌。再说了，这颍中的鬼地方，咱也没打算长待下去，索性咱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给做了，然后再一走了之，能有谁知道啊？可他的部队要是真的回来了咋子办哦？你看见他有3个团了，啊，不就200来号人吗？就算他有3个团回来了，能怎么样？咱们已经擒贼先擒王了。哎呀，这楚所倒是不小气，可见他还有更多的这种玩意儿。我们回川的一路上的吃的喝的全都有了，哎，舒舒服服的哦，老大。老三呐，最重要的是，咱们老大为刘总指挥的在天之灵出了口恶气。哎，就这话说的我愿意听。就这么定了，明天给他下帖子。是，要得。上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中央陆军松固师中将师长萧毅将军的队伍，希望你们马上下来接受改编，一起抗日打鬼子。
什么他妈国军民军，老子只认识老子自己。那你还是不是中国人？知不知道小鬼子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少他妈废话！你打得赢老子，老子跟你；日本人打得赢老子，老子就跟日本人了。妈的！你小子迟早是汉奸，给老子滚！你就是楚根臣？是长官，这回咱们可以谈谈了。谈什么？哎，我说过，您打赢了，我会跟你啊。哼！你他妈现在还有资格谈这个吗？啊！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见过硬的，也见过软的，就是没见过你这种不要脸的。长官，长官。知道老子为什么不能容你吗？因为你想当汉奸。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耳朵都聋了？是。算你们的良心，还没都让狗吃了。别看你们跟了姓楚的这么些年，你们吃的苦，受的累，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滋味，你们自己知道。今天我马某只杀他一个，与诸位弟兄无关。现在我宣布，我奉中央陆军淞沪师中将师长萧毅将军的军令，改编你们这支队伍，将你们改编成抗日的队伍。愿意接受改编的，蹲在原地不动；不愿意接受改编的，想要回家的，站在老子跟前来，老子给你发路费。啊，不错，欢迎你们加入淞沪师。今后大家都是弟兄了，起来吧！报告，陶校长觐见。喂，哎呦，老大来了，准备好了没有啊？全准备好了。我问你人选好了没有？一等一的好手。好，到时候看我摔杯为号。是。哎呀，这帖子白天就发出去了，该到了啊。再去催。是。哎，算了算了，我算你他早晚回来。显然，这是个鸿门宴，偏在咱们将寡兵少的当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算是鸿门宴，我也要闯一闯。马占奎应该就在回援的路上，我们只要死守大院，事情兴许会有转机。我并不是我的意愿，他们毕竟是参加过抗日的队伍，
是我们出到颍中的根基，不能因为几个人的阴谋就放弃它。师座想孤身冒险，扭转危局。除此之外，别无良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好，我和师座同去。不，我一个人去。你不露面，他们反而不踏实。他妈再快一点！要是师座出了事儿，老子第一个毙了你！战国，是我们。高发兄弟，你们怎么在这儿？嗨，我们刚完成任务，正往回赶呢，老远就看到你车了。照这么说，你们还没回陶家场？我们2条腿，你4个轮的，我们哪能赶得上你啊？就是，糟了！怎么了？小师长，按照我们川军的规矩，你在上，我在下，所以，我首先要敬你3碗酒，请师长赏脸。刘团长太客气了，大家都是兄弟，什么上不上下不下的。来，我是陕西人，从不拒酒，干了！师长是陕西人，喝酒痛快，来，干了！你彪这个王八蛋，敢对师座下手，回你非拧下他狗头！兄弟，急归急，恼归恼，这次到了陶家场，一切得听我指挥。好，上车，走走。别跟我提刘总指挥，这个人我不熟，我也不想去评价他的为人。但川军弟兄在台儿庄的威风，我是十分钦佩的。不用说，刘团长和2位兄弟都是台儿庄的功臣。我萧绎最敬重的就是抗日的汉子。来，我敬3位兄弟一杯。来，小师长，来，2位兄弟，站起来！师长你就不站起来？干嘛？来，师长，来，干！小师长，看到没有？还是小师长最看得起我们川军的弟兄。啊，小师长，要说打鬼子，川军里面的好汉最多；要说投降当汉奸的，川军里头这种败类最少。说起我们那个刚出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哪个战区都不敢接纳我们。啊，后来是这个白崇禧白长官，哎呦，跟李长官说好话哟。好了，刘团长。哎呀，要不是咱们弟兄喝酒，只说高兴的事，这些不愉快的旧账翻过去了。过去是打内战争地盘，如今不一样了，如今是强寇压境，国难当头。我认为，只要他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而不是国人痛、强寇快的汉奸，我们都可以不计前嫌，挽起手来成为兄弟。师长，你说的太好了，你说到国子心里头去了，真的。师长，你要是还看得起我这个当哥的，我们2个今天就喝酒，成为拜把子兄弟。好，来。哎，大哥，小师长，你看咱们把话扯远了。咋个了？你看，刚才咱们从刘总指挥谈到川军，又从川军谈到汉奸，咱们能不能再把话题拽回来呢？邱兄弟，有话直说。好，肖师长，我们刘总指挥是不是被姓蒋的下令害死的？那么好，今天当着刘总指挥的后人，您这位中央军的中将师长有什么感想呢？对啊，小师长，这你要有个态度。
把门给老子打开！你们是哪里的？你他妈瞎眼了，没看见爷爷穿这身衣服？老子是淞沪市3把腰团团长马振奎，有紧急军务要见师座。你们再不开门，延误了战机，是要吃军法的。马团长，我们今天不是不相信你，的确是我们接了命令，今夜安口不能随便放纵，请你不要让军力们为难了。团总，咱攻吧。不行，师座情况不明，不能轻举妄动，再等等。来人，有请刘总指挥在天之令。是。肖师长，我们兄弟想请你给我们刘总司令上香叩首。刘团长，他们是在要挟我呀。就算是要挟吧，肖师长，你还是从骨子里就没有瞧得起我们这些杂牌军。我不敬重同室操戈、窝里斗的人，所以这个刘总指挥我不会。肖师长，那你恐怕今天这个坎儿你是过不去的。别动！刘团长，我赶来赴宴，是敬你还是条汉子。至于刘总指挥一事，你我各执一词，不如让天意来断个公道。如果我枪将相灭，说明刘总指挥走得不光彩；如果相不灭，你们就让剩下的3发子弹为他鸣冤吧。妈的，老子等不及了，再等师座就危险了。上马的，上！是，弟兄们上！不许动！回动！去！回动！团座。团座，张奎、高发，师座在刘金彪手里，外面已经被我解决，快包围刘金彪宅院。一排跟我上，2排、3排听鲁副官指挥，控制整个陶家场，遇到反抗的立刻击毙。行动！2排、3排，跟我上！刘团长，剩下的3发子弹是应该留给你们呢，还是应该留给我？肖师长，你是哪个？你干啥子？这是老子的团部！哼！你的团部俺老马就不能进来吗？你满院子的兵都没挡住老子，就凭你！马振奎，我和刘团长和弟兄们在饮酒论英雄，冒冒失失的，扫了大家的兴致。师座，俺老马听说刘团长在此设宴，盛情款待师座，俺老马特意带了一份下酒菜
给刘团长助信。这是一个人头，知道是谁的人头吗？啊！我告诉你，他叫楚干臣，他的1800人被老子381妖团一路冲锋，打得土崩瓦解。我还告诉你，违抗我松虎师萧师长军令者，死！张奎，玩笑开大了。在座的都是血战过台儿庄的英雄好汉，什么阵势没见过？还不向刘团长赔罪？刘团长，开个玩笑啊！改天按老马请你和弟兄们喝酒啊！刘团长，我们为了中央军和杂牌军的问题谈了半天，险些伤了和气。其实啊，我从来没把淞沪师当成什么狗屁的中央军，我们的前身是陕军。哎呀，我的师座啊，你咋个不早说呀？你看看这闹成多大的误会啊！但是这天意啊，天意啊！刘团长，陕西、四川一衣带水，山脉相连，你我弟兄坚守营中，也等于保卫了自己家乡的门户啊！对，师座说的对呀，天意呀！刘团长，好，我知道，你心里面真正不服的，不是因为刘同志，而是怀疑我虚张声势，收编了你的队伍，对吧？师座，我萧毅在外人眼里，杀人如麻，嫉恶如仇。其实啊，我也有诡计多端的时候。我问你，如果我真用200人收编了你的2000人，服不服？师座，如果真是这样，我服，我心服口服。师座，刚才我的弟兄不懂事冲撞了你，你不要介意。从今往后，我刘金彪跟定你了，我给你牵马追邓，我万死不辞。刘团长其心可嘉。好，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抗日战场上的弟兄了。是。还有，抓紧扩充人马。我打算在淞沪师内成立旅的建制。好了，今天喝的不少，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到师部开军官会议。是，卑职告辞。张奎，今天你要晚来一步，咱们就见不到面。师座，弟兄们都已经控制了整个陶家场，为什么不让老马断了刘金彪这7寸舌头？我是上策，断刘金彪的7寸容易，要断他2000人马中所有的亲信和心腹，谈何容易？反倒不如制住刘金彪的7寸，让他庞大的身躯随我而动。张奎，师座看得远。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张奎，你要准备去趟渭南。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要用最快的时间招募3000至5000渭南子弟，将来他们才是我淞沪师最放心的嫡系。是。部队现在出发，按路程计算，天黑前正好可以包围刘家洼。参座，师座还用亲自出马吗？俺老马去一趟就行了。按照鲁副官的说法，刘家洼的是一支不同于一般的武装力量，师座决定亲自去。你的381妖团随本参谋长镇守司令部及兼顾鹰嘴湖地区。参座，我们384团的弟兄们愿做淞沪师的先锋。就不劳驾刘团长的川军兄弟了。我师382团已经在刘家洼一带展开，你的384团抓紧操练，迅速将部队军事素质提高到我淞沪师的水准。是。参座，鲁副官遇到的这支武装恐怕是中共的龙口独立大队。如果是他们，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他们不但组织好，
而且战斗力非常强。共产党的武装，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颍中平原上，只能有我萧毅的抗日武装。刘团长，到。为了让你的川军弟兄见识见识我淞沪师的军威，让你的1营1连随我行动，做外围警戒。是，师总。辛苦了，师座，保重啊！报告师座，特务连准备完毕。老三，看见了吧？昨天喝酒的时候还称兄道弟呢，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老乡啊，到。让你的特务连下车，让川军兄弟上车。师座，特务连可是突击队。混账！川军弟兄穿着草鞋参加血战台儿庄，突击何止10次100次？让特务连下车。是。特务连全体下车，跑步前进。师座，师座，使不得呀！我们淞沪师是虎狼之师，又是突击队，不能没得汽车啊！我们川军弟兄都习惯了，你放心，跟在车后面，保证不能掉队。你的川军？不，淞沪市的384团1连。刘团长，执行命令。是。弟兄们听好了，此次战役，谁要是贪生怕死，不听师座的命令，我刘金彪就把他毙了，明白没有？明白。上车。老三，咱们大哥根本就斗不过萧毅，活该咱们被收编，认命吧。妈的，咋个还这么一出戏啊？我在周围侦查过，村子很大，但没什么动静。村子里的队伍训练有素，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可一点声色都不露，很沉得住气啊。师座，打吧！天快黑了，不利于我们进攻，倒利于他们突围。共产党的部队最擅长的就是游击战和夜战，阵地战就未必了。围着，天亮后进攻。是。报告师座，独立大队有人送信来了。带进来。是。我要见这里最高指挥官。我就是。信呢？没有信，只有我们政委一句话。你他妈敢耍我们？什么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将军听不进去的话，我们接受战斗，今夜、明晨都行。坐吧。是你开枪打伤了我的副官。那是对武装挑衅的人以牙还牙。
狂妄，但枪法不错。我知道你枪下留情了。那是因为日后我们还要在同一个战场上抗日。说出你部队的番号和你的职务。中国共产党颍中特委龙口大队，我叫红英，是政治委员兼大队长。可我认为，在颍中只能有一支抗日武装，那就是我萧毅的淞沪师。萧师长，身为国军的高级将领，难道不知道国共两党的抗日宣言？那个宣言对我没用。在颍中，我不接受任何党派的领导，也不允许任何党派干扰我在颍中独立抗战大计。将军的言外之意是想清除共产党在颍中平原的抗日武装？也不尽然。我给你们开了2个条件。你说。撤出颍中，到其他地方去抗战。我们要是不同意呢？还有第2个条件，编入我的淞沪师，跟着我抗战。我们要是也不同意呢？你没有道理不答应啊！你们的朱毛红军不是也编入了国军的抗战序列吗？你这不是在谈判，更像是命令，像是威胁。怎么，洪大队长，不想再谈了？你的2个条件，我们都不能接受，你还是重新考虑，重新安排谈判时间。你们什么意思？洪大队长，你只能待在我们为你指定的地方休息，等待新的方案。闪开！我回我的部队。胆子不小，还没有谁敢在我的军中动枪。你扣押谈判代表，考虑过后果吗？我可以直接把后果告诉你，那就是必须接受我的条件，天亮前答复我，否则消灭你们。好了，我这吃住条件不错，好好休息，让这个小伙子把我的意思带给你的部队。走吧。师座，我没有想到你会扣押红英。怎么，觉得不光彩是吧？你还在念他的一乡之恩呢。我们初到颍中，势孤力单，不采取非常手段，讲在颍中立足，谈何容易？所谓兵不厌诈嘛。不过师座，有什么话只管说，不必掖着藏着。好吧，师座，那我就直说了。即便是师座扣押了红英，不过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绝不会放弃这块土地，因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血流成河，而且同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军人结了血仇。看来你还挺了解这支队伍啊。对萧毅，特委有深入的分析和了解。他虽出身旧军阀，但其本人是个富有正义感的军人。35年，他率军驻防陕北期间，受张杨2位将军之命，替红军输送过物资，搭建过电台。战争之初，他就以辉煌的成绩，成为国民党屈指可数的抗日名将。同志们，我们倒不是因为他扣押了红英同志去屈从他们，而是因为联合抗战的形势需要我们调整斗争的策略。无论萧毅如何经营颍中这块抗日阵地，只要他是真心抗战，不去祸害人民，我们就可以联合他。
用我党的政治主张去影响他，协助他。我同意张书记和特委的方案。我也同意。好，既然大家统一思想，天亮之前，特委的几个人先撤离，并把今天的决定传达给红英同志。张书记，我去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吧。张书记，他们刚刚扣押了红英政委，你再去，恐怕很危险吧？萧毅最终的目的是要收编独立大队，我们特委的决定和他不矛盾，不会有危险。关键是红英的工作还要耐心去做。师座，我向这个镇的镇长了解这些情况。这个叫红英的女子和她的独立大队，是共产党贺龙将军闹农运的老跟底。她的哥哥是红二军团的高级将领，后来跟着红军去了陕北。这个红英留了下来，领导这支游击队。后来又跟国军打了几年仗，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大。哼，我就不相信他们的战斗力能比川军强多少。跟我去见见那个丫头，她要仍不接受我的枕边，我就只能武力解决她。国芳，听到这歌声，让我想起了中条山的日子。是啊，师座。可是那个时候，咱们趴在阴凉的战壕里边，却听不到这样的歌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感召力。国芳，即使红英和他的独立大队同意被我整编，可这个政党的渗透力在松富师中会起到什么作用？你想过没有？师座，说真的，我真没您想的那么难。我治理颍中，不仅是军事上，更侧重于政治上。这些年，我们打了多少仗？可回想起来，就觉得很茫然，总有一种被当作炮灰的感觉。这次下决心来颍中，除了这里的抗战条件能让弟兄们大展拳脚以外，更重要的是我能有自己的主张。所以，一切违背我个人主张的人和事，无论他来自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不会允许，必要时坚决除掉。师座，那咱们还进去吗？没用了，从他的歌声中我听出来了，他不会向我们屈服。那我们怎么办？您看这天都快亮了。按原方案，天亮进攻。是。师座，有个男的找你，说是独立大队的。哦，过去看看。什么身份？中共颍中特委书记张柱。特委书记，幸会啊，张先生好胆量，
我扣了你的部下，你还敢亲自来？有何目的？我们的抗日主张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全民抗战。我们同意淞沪师的整编，坚持颍中抗战。这很好嘛。张先生此来，是不是向红英传达你们的指示啊？对。同时也对你无理扣押我们谈判代表表示抗议。你既然亲自来了，这种不愉快就不存在了。不错，既然大家联合抗战，我们不计前嫌。可你的部下会服我管吗？我们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只要将军真心抗战，不去祸害百姓，这一点，请萧将军大可不必担心。痛快。我们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只要将军真心抗战，不去祸害百姓，这一点，请萧将军大可不必担心。痛快。不愧为贵党在这一地区的领导者。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了吧。我对国民党无好感，对共产党无恶感，但我绝不会允许你们其中任何一个党派，在我的军中和我治理的颍中繁衍。颍中是颍中人民的，只要萧将军真心领导抗战，自然会受到拥戴。至于我们的组织不能繁衍，但还可以生存吗？我也不妨把话往明里说，在淞沪师，你或许可以做到，但在颍中广大民众中，我党有我党领导抗战的方针和主张。这个方针和主张，或许和萧将军的主张现在没有冲突。至于以后嘛，那就让实践来证明问题。要是真的合不到一起的话，大不了我们还可以刀兵相见。好吧，就依你所言，让实践来说明问题。谢谢将军的开明。时间长了，你或许会真正了解我们这个组织，我们这支部队，还有红英本人。请带我去见一下红英。好。邓尚华，到，带他去。是。如果特委决定将独立大队编入淞沪师，那么我保留意见，同时也申请调离大队。红英同志，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但你必须坚守在政委和大队长的岗位上。独立大队是我党在颍中的抗日武装，必须要有像你这样有丰富经验的人去领导和保护这支队伍。我不愿意同国民党军阀共事。我爸爸就是被白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妈妈当天就哭断了气。当时我们兄妹5个都在队伍上，还是老乡的草草的收敛了2位老人。我们兄妹5个发过誓，哪怕有1个人活着，也要跟国民党斗争到底，直到把他们全部消灭。后来3个哥哥相继牺牲了，大哥随2军团北上，他让我赶上长征的队伍，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愿意离开父母，不愿意离开我洒过热血的这片土地。每当我看到那些国民党军人，我就会想到那些牺牲了的亲人跟同志们，我就会热血沸腾。英子，现在不是宣泄个人感情的时候。的确，大革命时期，我们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朋友和亲人何止几万人。红英，你应该知道，家丑
阶级仇不如国难当头。现在斗争的形势有所改变，我们必须要同曾经是冤家对头的人携起手来，共同抗战。现在时间比较紧迫，天亮如果真的发生战斗，不论胜负，都会严重影响我们在颍中的抗战大局。决定是特委做出的，你必须无条件服从。我服从特委的决定，请张书记指示。一，独立大队进入淞沪之后，部队的番号可以更改，军事上必须服从全师的总体调度，但是要有个原则，那就是不能有对方采取排除异己的方式来毁灭这支队伍。第二，部队内党的组织工作不变，仍有一任书记，不过不能公开活动，组织生活以时机而定。第三，特委会以任何方式关注这支部队，并同你们取得联系。我明白了。师座，区一个独立大队，还劳您亲自迎接啊！高发，作为一名将军，最兴奋的，莫过于得到一支好部队。我敢断言，比较起我们近期收编的队伍，这支部队将是颍中平原上最优秀的抗日武装。他们对本地的了解和作战经验，会为我们立足颍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师座，你看。報告。入れ。将軍閣下、陸軍中佐高橋、到着いたしました。ああ、高橋君。君は大日本帝国の忠義の勇士だ。座りたまえ。将軍閣下、気持ちは固ま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ご命令を。よし。高橋君のような若手を誇りに思う。高橋君。ルイエン戦役で君はたった一人で包囲網を突破していると聞いてるがな。はい。あと聞くところ、君は部隊に戻ってから驚くような速さで中国を習得したそうだな。将軍閣下、あなたは有名な漢学者です。私を試されたいのですね。耀西，你很聪明，高桥君，你能跟我谈谈你努力学习华语的想法吗？将军阁下，是为了统治庞大的汉民族的需要。将军，战争是必须的，但只是暂时的一种手段，统治才是长久的。很好，高桥君。你是我们帝国年轻军人中不可多得的有政治眼光的军人，看来你会很好的完成我向你交代的任务。是的，高桥君，请跟我来。颍城
是西出渠城的第一道屏障。别看它在地图上不起眼儿，甚至是座小城，但它与渠城十分临近。一旦控制在对方的手上，对渠城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早在中国的三国时期，它就是一块林家的必争之地。将军阁下，您难道是让我接管这小小的郢城？对。据说，在郢城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了驻军，有的只是一些散兵游勇机地方武装，纯属是一帮乌合之众。将军阁下，请拨给属下一个大队，属下一鼓作气，借红军渠城会战大获全胜的余威，一举荡平郢中所有抵抗大日本皇军的武装力量。有喜。司令部确有这样的安排，但我今天请高桥军来，却是有另外一层意思。是，将军阁下。中国的兵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恰好，刚才高桥军又谈到了关于统治这个庞大民族的聪明见解。北平塑造了个王克民，以后还会更多。国民政府及华人称其他们为汉奸，但对我们大日本来说，却是个成功的典型。高桥军，这个国家太大了，一味的用兵不是上策。刚才高桥军的一句话说得非常有见地，战争是必要的，但最终是统治。将军阁下，属下明白了，即刻着手办理郢中事务。很好，我给你物色了一个人物，是个典型称其为汉奸的人，但对我们来说，这个人的能量非常大，他叫黄基熙。彭山乡，现在是联合抗战大鬼子，你公然屠杀民众，就不怕成为历史的罪人吗？呸！你说的是天上的事儿，老子干的是地上的事儿啊！真他妈合作呀！天高皇帝远，日本人来了，老子要保境安民。你们恨我恨得眼睛出血呀！我要不先清清仓，把你们这些造反的泥腿子收拾了，叫老子我如何两头忙得过来？报告。谢谢。吴县长、藤团总，这二位是山田和坂本先生，是大日本帝国驻渠城驻屯军司令部和特高课接手郢城的全权代表。请坐。听黄先生的口音，好像是我们郢中人。吴县长好眼力啊！吉西因出去的早，所以未曾同吴县长谋面。黄先生现在在何处供职啊？黄某留学东洋，完成学业，现追随汪先生，在南京和渠城自治政府间行走。黄先生身在他乡不忘故乡，现在要尽力服务于乡子了，可敬可表啊！吴县长，彭团总，渠城已经完全掌握在帝国军队手中，秩序已经恢复正常。郢城距离渠城不足200华里，是帝国军队西进的战略重地，势在必得。阁下有2种选择：一是利用现政权和现有的武装，
实行自治，等待帝国军队的进攻；二是对帝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那么帝国军队将有无力结果。到那时，我们就是敌人。吴县长、彭团总，日本人可是说话算话的，二位父母官可要思量清楚。黄某是家乡人，而不是外人，为家乡考虑，希望同大日本帝国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二位身为地方父母，只要能安静保民、造福乡子，就是二位之最大功绩。王先生，日本人的意思我们是明白了，但是不是太急了？诸位试想一下，偌大的郢城不仅只有武县长和鄙人这个团总，还有数万百姓。我看这样，我们马上召集几个能说话算数的头面人物商议商议啊！来人，到，去程会长家，就说县长大人有请他到县府。是。哎呦爷，您怎么抽上了？那位还等着呢。慌什么？让武县长跟彭三江和日本人周旋有什么不好的？我早就知道武树清啊不会轻易的向日本人屈服的，我更不会让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我跟日本人勾搭上了。等日本人走了以后，我自会有主张。爷，还是您想的周到啊。狗子，哎，我让你去衢城请黄先生和日本人的事儿，没人知道吧？有啊。谁呀？您和黄先生啊，还有我四狗子。这个时候你敢跟我开这种玩笑？我走漏了风声，我打折你的腿！成立自治政府，这不明摆着就是当了汉奸了吗？啊？哎，你们二位倒是拿个主意呀！吴县长，大主意还得您跟彭团总来拿。你们一个握着拳把子，一个握着枪把子，我陈某人只是个生意人，只不过是见的世面多了一些罢了。我说祖彪兄，你就别卖关子了。谁不知道你在郢中的声望和根基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有话就痛快说。南京城破，日本人杀了咱们几十万人，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南京抵抗了。当然，南京屠城后，国际上对日本军队的做法反感强烈，使得日本政府大跌脸面，不得不改变一下对华的政策，所以才有今天日本人来郢城先礼后兵的这出戏。不过嘛，强盗毕竟是强盗，达不到目的他还是要杀人的。与其那样，咱们倒不如啊，不行。南京破城也好，衢城弃守也好，这都是抵抗后发生的结果。想要成立自治政府，那就等于脱离了重庆国民政府，给日本人做事了。可现在是为自治政府奔走的中国人大有人在，别人是别人，我武树清不干。你们都是有身家的人，你们可以离开这里先走，但是我不能走。我是县长，我一定要与郢城共存亡。不用意思。我说，你认识姓黄的？哎，彭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明摆着，姓黄的和日本人是有备而来呀。如果你还承认姓黄的和日本人是你给引来的，那咱们今天还有点掏心窝子的话可说。否则呀，今天的大烟钱由我付账，抽完了各自回家。啊？其实啊，你这也是为保全咱们影城动脑筋的。打不过呢，还不能跑，身家性命和几辈子人的产业全在这儿，是吧？不过，倒真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你说说听。近段时间，国军有支淞沪师的部队在颍中市五县大力扩军，抢占地盘。这事儿你听说了？听说了。龙口、陶家场和鹰嘴湖一带都有他们的驻军。怎么着，彭山兄，你还指望着他们来接管颍城？祖彪兄以为，啊？好，既然你都知道我去衢城和日本人接触的事儿，都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对你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哎，祖彪兄，请讲。颍城是日军进攻临京的必经之路，而淞沪军要抗战，一群乌合之众，可所谓打得一无所有的，还是全城的老百姓和你我兄弟身家产业。而淞沪师是陕军的老根儿，掌握军权的都是萧绎的亲信部将。你老兄带着几百条人枪跑到那里，能捞得什么羹？彭三兄，我看倒不如咱们投靠日本人，在他的屁股之下做你的土皇上，保一方水土平安。今天武树清的态度你也看到了，那是要死扛的，要做文天祥的，日本人必会扳倒的。颍城这个位子肯定是要有人坐的吧？你是说今天来的日本人是陈会长招来的？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啊！就前些日子，他还从衢城运了一车鸦片。淑清，你的心志我知道，我们娘俩陪着你。没有这个必要。我在这个任上是走不开的，这里又这么危险，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回你娘家去吧。淑清，行了，你这样我心里边更乱。除了想死，你个堂堂大男人就不能想点其他办法？什么其他办法？如果你去找萧将军呢？哎，这倒是个办法。国军的淞沪师在颍中占着一大片地方，可以设法和他们联系联系。是啊，一个师长的官比你大多了，保不保得住颍城都是他的责任。你正好借此机会离任，同我回颍南老家去。哎呀，去找他们联系也不是为了这个。妇人之见，你别想多了，抽空收拾东西，还是回娘家去吧。好，那就麻烦祖彪兄再给姓黄的递个信儿。这且不急。为什么呀？日本人也要看你立功大小，我倒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不知彭兄可有此胆量？妈的，汉奸都当了，还真不敢的呀！好，那你听我跟你细说。萧绎是员抗日名将，如果你把他赚到手，再送交给日本人，你说你立多大的功劳？日本人肯定会刮目相看，又除掉了一个隐患，保你稳坐土皇上，你认为如何？祖彪兄，
你我今天可是以性命相托了。你实话对我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好处？商会会长足矣。扯淡！你别给我故作放哑了。事成之后啊，这影城第2把交椅就是你祖标兄的。哎呦，那我就谢谢彭三兄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如何把萧绎赚到手啊？硬来肯定不行，要智取，机会很快就会有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萧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影城。你蒋委员长若抗战到底，我萧绎誓死绝不做汉奸。师座，这副对子可是西安事变的延续，逼蒋抗战的。现在叫都蒋抗战。泱泱中华不能是一盘散沙。这蒋氏王朝再腐败，毕竟是民众眼中的抗战领袖。我们奉行独立抗战，在外界眼里却会是独立王国，甚至是军阀割据。师座，我们是不是成了众矢之的啊？瞻前顾后不是我的性格，这件事情我来影中之前就考虑清楚了。怎么样？好，还差个横批。师座的胆识很令我钦佩啊！别光说好听的啊！独立抗战就要有个形式，立威才能取信于民。你这个参谋长不能光吃粮不当差啊！师座，我心中有数。哎，开会的到齐了吗？一个都不会少。师座，李某有一事不明。说。师座将共产党的独立大队作为师直属部队放在身边，就没什么顾忌，起码应该考虑在关键时候派不派得上用场吧。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能不能派得上用场，事在我为。我已经派人去叫红英了，等他来了，把师里的决定告诉他。这是我收编他的第一步。哎呀，这儿的空气好啊！打了这么多年仗，一直混得窝窝囊囊的，今天才感觉到咱们有奔头了。韩座，独立抗战，我怎么感觉到天高皇帝远啊？那有什么不好？老子跟过不少长官，就属萧绎不错。谁是皇帝？谁让老子佩服，谁就是老子心中的皇帝。我是爱国人。爱国人是我，我是爱国人，爱国人是我。哎，大哥，你认真点行不行？我怎么不认真了？够认真了。我说山娃子，哎呀，你说让我读这些忒费劲了。你说我大字儿也不识一个，哎呀，念得我头都疼了。哎，要不这样，到时候你读，等交了差，我请你喝酒，行不？那可不行，大哥。这本身就是你副官干的事儿，你想拉我一起挨军官，没门儿。来，念。杀少人救多人，杀少人救多人，杀坏人救好人，杀好人救坏人。什么大哥？杀坏人救好人。哦。哎，我说山娃子。咱不用念了，嘿嘿嘿，不用念了，我呀有门了，嘿嘿嘿嘿嘿。我一看他挂这个牌子啊，我就晓得他咋个想的。中国陆军松福司司令部，是他妈的琢磨的哎。有他妈什么琢磨的？哎呀，我看仔细了没得？萧绎原本中央军系列的招牌均统一为中国国民革命军，你看眼前却变成了中国陆军松福司司令部。
那是司马昭执行路人皆知。这萧绎占着营中的山，当着营中的王，宗福师就是他的王者之师。弟兄们都给我听清点儿啊！他是王，我们是几千岁啊！报告，进来。师座、参谋长、独立大队长洪英到。洪大队长，请坐吧。师座、参谋长，有什么事说吧。洪大队长，你怎么不换装啊？我松虎师的军装上有刺吗？啊，穿不习惯。这不跟国民党军队打仗了，不习惯吗？洪英，师里对独立大队有些安排，先看一下。好。为什么要把独立大队连职以上的军官都换成你们的人？洪大队长稍安勿躁。参谋长，我拿过来。好。独立大队既然为我松虎师之建制，就应当熟悉我师的作战方式。这些个军官啊，都是跟师座身经百战的，完全有能力把握好你的独立大队，让他们充分发挥出战斗力，适应师座的作战风格。参谋长，看看正不正？啊，好。挺好，挺好，挺好。洪大队长，还有事吗？没事了。师座，若是蒋委员长不抗战呢？师座，小心啊！这个小女子可是有些脾气的。现在，我宣布，中国陆军松虎师战斗编制及驻防区域：381团团长马占奎到；驻防鹰嘴湖是；382团团长边尚武到；驻防通口是；383团团长鲁高发到；驻防周老嘴是；384团团长刘金彪到；驻防陶家场是；师属独立大队队长洪英到；团职待遇驻防龙口是；师属特务连连长兼师座副官冷山娃到；驻防龙口是；各团副职及营连职以下军官，由师部专门送达文书至各作战部队。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家坐下。下面由鲁副官，哦不，应该是鲁团长，向大家宣布一下淞沪师的战斗口号。这个战斗口号是师座亲自拟定的，即将印发给淞沪师的每一位官兵。我在这里只强调一下中心思想：牢记师长话，服从师长令，掀起全民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完毕。好，你坐下吧。这不但是我们淞沪师的作战口号，也是整个颍中根据地的作战口号。不但每个士兵要牢牢记住，就是根据地的老乡也必须牢牢记住。大家可要听明白了，如果哪天我检查出哪个士兵，甚至哪个老百姓背诵不出这些口号，那这个辖区的长官就要受到军法处置。是。好了，下面部署一下去渭南招兵和接受颍城的计划。马占奎到，3天内启程。去渭南招致3000人至5000人，由西面入川，进入陕西。381团的军务由团副代理。是。至于接收颍城，我的总体方案是兵不血刃。我们还要在颍中这块土地上打无数的大仗，尽可能的让颍中的老百姓少受点兵灾吧。具体方案由参谋长和洪英大队长酌情制定后再行商议。大家都记住师座的话。散会。哎，等等，肖师长、李参谋长，我有话要说。
说吧。既然大家以后要在同一个战壕里共生死，那么我想也先要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对开会前李参谋长突然宣布要改变独立大队指挥员成分的事情表示异议。洪大队长，而且现在正在开军官会议，为什么不能等到会上再说？那是为了给你留点面子。你错了，肖师长，我在乎的不是个人的脸面，而是集体中的民主。按我们联合的条件来说，你有权指挥，甚至改制独立大队。但是我认为你这种突然袭击的做法有失磊落和公正。在淞沪师，我的命令就是公正。可是在我眼里，民主才是真正的公正，而不是肖师长你这种军阀作风。洪大队长，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民主，也不要把你们共产党那套东西搬到我淞沪师的桌面上。在我的淞沪师，再民主，也轮不到你在我的军官会议上大放厥词。恕你无知，下不为例。洪大队长，第一次长官会议你就以身试法呀？萧毅的心思不言而喻啊，是对我们不放心。我们要把这个情况及时汇报给特委。他们的军官来大队接手我们的指挥权，那我们这些副大队长、中队长，将来作战的时候该处在什么位置？只能是战士的位置。但是同志们，我们要充分的相信我们的战士，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可以据理力争的，也是可以向上汇报的，因为我们是有党组织存在的。政委，那我们以后的组织生活怎么安排？黑锅，以后别叫我政委了。对萧毅来说，这是件很敏感的事，我们要学会适应萧毅的军事用语和他个人崇拜的一套。以后的组织生活会尽量减少，有时我会通知大家。记住，建制是可以改的，但是我们这些从老区里打出来的战士，是绝对不能在战场上输给这些国民党军人。对红英师座的心思是投鼠忌器吧？参谋长不愧为参谋长，动了一个红英容易，动了一个独立大队也不难，难就难在动了红英，营中的老百姓就会把我们淹死。的确，他这么年轻，但却是营中民众心中的一面旗帜。这么说，他才真正是营中百姓心中的偶像。师座，许多事情是可以转变的。这就是他胆敢在我面前以身试法的胆气所在。参谋长，你能看透红英现在的想法吗？往好了想，他也在自省；往坏了想，保不准他招架不住他手下那些被夺了权的军官们，会有所行动。独立大队要是生了异心，那刘金彪这伙人一定会火中取栗的。我看这样吧，先暂缓马占奎去渭南招兵的行程，咱们做些准备。不用，那样反倒显得我紧张胆怯了。计划不变。英子，你在会上公然顶撞萧毅，他会不会对你采取什么行动？我们是不是要有所准备？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我也很难把握。师座，红英，跟我出去一趟。是。
上车。洪大队长，听说你的枪法不错。师座的意思是想和我比试一下枪法？就是这意思。今天站在这儿的是2个军人，洪大队长不用手下留情。好，怎么个比法？敌人不会傻到站在那儿让你打。换跑靶。洪大队长，跟前。跑靶。洪大队长，枪法一般嘛。师座，该你了。女孩子用的。轻机枪。师座，用轻机枪打跑靶，你可挑吃大亏呀。大队长，如果不是鲁高发大意，站在明处，你还有把握打到他的耳朵吗？河冷，小小金戈亮，剑未出鞘，铮铮响，丈夫职场气一方。我有千般爱。洒在铁甲银血疆场上，我有千般情，侵蚀了咸水洪流，两茫茫。